Hello， 各位听友宝宝们，下午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特别实用，也特别温暖，就是如何赞美别人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想夸朋友新买的衣服好看，话到嘴边却只说得出真好看；同事熬夜做的方案特别棒，想表达认可，却不知道怎么说才不显得敷衍。甚至看到陌生人的小善意，想传递一份温暖，却又怕自己的赞美太突兀，最后只能默默走开。以前的我呀，就是个赞美困难户，要么觉得夸人太刻意，不好意思说出口，要么就是赞美的特别空洞。比如别人辛辛苦苦做了一顿饭，我只会说好吃。现在想想，对方听了可能也没什么感觉。后来我发现，会赞美真的是一门学问，它不是阿谀奉承，也不是虚情假意，而是一种能让别人开心，也能让自己收获善意的能力。慢慢摸索下来，我总结了一些简单好操作的赞美小技巧，今天就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没有复杂的大道理，全是能直接用到生活里的干货。希望听完之后，大家都能学会真诚又舒服的赞美方式，成为自带好人缘的小太阳。话不多说，咱们正式开始啦。首先，我想先和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赞美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赞美就是说好话，可有可无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心理学里有个皮格马利翁效应，说的是当你对一个人传递积极的期待，他就会慢慢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。赞美就是这种积极期待的传递啊。比如朋友第一次尝试做手工，你真诚地夸他这个细节做得好精致，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，他可能就会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。同事在会议上提出一个好想法，你说这个思路太妙了，正好解决了我们之前卡住的问题，他以后可能会更愿意主动分享。而且呀，赞美是一种双向的温暖，你真诚地夸别人一句，对方会觉得被看见、被认可，心情会变好。而你自己在传递善意的过程中，也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融洽。就像生活里的小太阳，一句简单的赞美就能照亮别人的一天，也能让自己的世界更明亮。不过，赞美可不是随便说两句好听的就行。很多时候我们夸人没效果，甚至让人觉得不舒服，都是因为踩了赞美误区。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说说那些我们常犯的赞美错误，一定要避开。第一个误区，赞美太空洞，没有具体内容。这应该是最常见的问题了。比如你好棒，你真厉害，做得不错，这些话虽然没错，但太笼统了，听的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好，甚至会觉得你只是在敷衍。比如别人花了一下午整理的书桌，你只说真整齐，不如说你这书桌整理的也太舒服了吧，书本和文具都分类放好，看着就清爽，我都想学着整理一下了，这样是不是就具体多了？第二个误区，赞美太夸张，超出实际情况。比如朋友只是化了个淡妆，你却说天哪，你这简直是换了个人，美到窒息。同事只是按时完成了工作，你却说你太牛了，这事儿除了你没人能做好。这种过度的赞美不仅不真诚，还会让人觉得有压力，甚至会怀疑你的动机，反而起到反效果。第三个误区，赞美时夹带比较或转折。比如你这次做得不错，比上次好多了，虽然有点小瑕疵，但整体还行。这种赞美听起来总让人觉得不舒服，因为你在赞美里掺了否定的成分。对方本来因为你的赞美开心，结果听到后面的转折，心情瞬间就低落了。所以啊，赞美就纯粹一点，先把肯定的话说到位，有需要提建议的地方，不如换个时机单独说。第四个误区，盲目跟风赞美，别人都在夸的人或事，自己也跟着夸，哪怕自己并不认同或者根本不了解。比如大家都在夸某个网红的视频好看，你也跟着说真的超好看，但其实你根本没看过。朋友买了一款大家都觉得好用的护肤品，你也说特别好用，但其实你自己用着并不适合。这种敷衍的赞美不仅打动不了别人，还会让人觉得你很虚伪。避开了这些误区，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部分，如何进行真诚又有效的赞美。这几个小技巧一定要记好啦。第一个技巧，赞美要具体，抓住细节说。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技巧，也是最容易上手的。真诚的赞美从来都不是泛泛而谈，而是能说出具体的细节，让对方知道你真的有在认真观察。
比如夸别人穿衣服好看，不要只说好看，可以说你今天这件大衣颜色也太显气质了吧，版型也很适合你，显得你身材比例超好。夸别人做的菜好吃，不要只说好吃，可以说这个鱼炖的也太鲜了吧，肉质特别嫩，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你是不是放了什么特别的调料呀？夸同事的方案做得好，可以说你这个方案里的数据整理的太清晰了，而且最后那个落地建议特别实用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太佩服了。你看，这样的赞美，因为有具体的细节支撑，就会显得特别真诚，对方也能明确感受到你的认可，心里肯定会暖暖的。第二个技巧，赞美要夸努力，而不是只夸天赋。很多人都喜欢夸别人聪明、有天赋、天生就会，但其实比起天赋，赞美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，会更让人觉得被认可，也更能激励对方。比如朋友考试考得很好，不要只说你真聪明，可以说我知道你为了这次考试每天都熬夜刷题，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现在终于有了好结果，真为你开心。同事搞定了一个很难的客户，不要只说你真厉害，可以说这个客户之前那么难沟通，我知道你前前后后跟进了1个多月，改了好几次方案，还一直耐心对接，最后能谈成，真的多亏了你的坚持和用心。天赋是天生的，而努力是一个人可以掌控的。赞美努力其实是在肯定对方的付出和坚持，这种赞美会更有力量，也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。第三个技巧，赞美要真诚，带着情绪和感受说。赞美不是背台词，一定要发自内心，带着自己的真实情绪和感受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方做得好，不妨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，这样的赞美会更有感染力。比如朋友给你分享了一首他喜欢的歌，你觉得特别好听，可以说这首歌也太戳我了吧，尤其是副歌部分，歌词写得好好，我听着都有点感动了，谢谢你分享给我。陌生人帮你捡起了掉在地上的东西，你可以说太谢谢你啦，你真是太热心了，本来我还挺着急的，多亏了你，真的特别感谢。带着情绪和感受的赞美，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，而不是敷衍的客套话。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感谢，只要发自内心，也能传递满满的温暖。第四个技巧，赞美要及时，抓住当下的时机。很多时候，赞美是需要及时的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比如，同事刚做完一个精彩的汇报，散会后，你就可以马上跟他说，刚才你的汇报太精彩了，逻辑特别清晰，重点也很突出，我都听明白了。朋友刚发了一条自己拍的照片，你看到后就可以评论，这张照片拍的也太有感觉了吧，构图和色调都好好看，你也太会拍了。及时的赞美能让对方在最需要认可的时候感受到你的善意，这种被看见的感觉会让人特别开心。而且及时的赞美也会显得更自然，不会让人觉得刻意。第五个技巧，赞美要因人而异，找对对方的闪光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闪光点，赞美不是千篇一律的，而是要根据不同的人找到他最在意、最值得肯定的地方。比如，对于比较内向、不自信的人，你可以赞美他的细心、耐心或者温柔。比如，你真的太细心了，这么小的细节都能注意到，我就不行。对于比较外向、有活力的人，你可以赞美他的热情、开朗或者执行力。比如，你真的太有活力了，不管做什么都充满干劲，跟你在一起我都觉得更有动力了。对于长辈，你可以赞美他的经验、智慧或者身体硬朗。比如，阿姨，您的心态也太好了吧，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，而且您说的这些话都特别有道理，我真的学到了。找对对方的闪光点，针对性的进行赞美，会让对方觉得你真的了解他，赞美也会更有说服力。聊完了赞美技巧，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不同场景下该怎么赞美别人，把技巧用到实际场景里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呀。第一个场景，职场。职场中的赞美既要真诚，又要专业，还能拉近距离，促进合作。比如夸领导，领导，您刚才在会议上提出的那个方向太关键了，一下子就帮我们理清了思路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去推进。夸同事，这次的项目多亏了你，你负责的那部分数据做得特别精准，帮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夸下属，这个方案你做得很用心，尤其是里面的创新点，很有想法，继续加油，我很看好你。
第二个场景，朋友之间。朋友之间的赞美可以更随意、更接地气，重点是传递认可和支持。比如，朋友换了新发型，哇，你这个新发型也太适合你了吧，显得你脸好小，而且特别有气质，在哪儿剪的呀？朋友分享了自己的成就，天哪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终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了，我真为你开心，你付出的努力终于有回报了。朋友在你难过时安慰你，有你这样的朋友真的太好了，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你都能安慰我，给我力量，真的特别感谢你。第三个场景，陌生人或不太熟悉的人。对陌生人的赞美要注意分寸，不要太突兀，重点是传递善意。比如排队时，前面的人帮你递了东西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太热心了。在餐厅吃饭，服务员服务很周到，麻烦你了，你的服务真的特别好，特别有耐心。看到别人做了好事，你刚才帮助老人的样子真的太帅了，为你点赞。其实呀，赞美真的没有那么难，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，只需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，一颗真诚待人的心，一句简单的赞美，可能就能给别人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，也能让你收获别人的善意和好感。好啦，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赞美的小技巧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呢？其实总结下来就是，赞美要具体，要真诚，要及时，要因人而异，避开空洞、夸张、比较和跟风的误区，把赞美用到生活的各个场景里。会赞美的人往往更懂得尊重别人，欣赏别人，也更容易被别人喜欢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、被认可，而一句真诚的赞美就是最直接、最温暖的认可。希望听完今天的播客，大家都能勇敢地开口赞美别人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从赞美身边的人开始。比如，今天就可以夸一夸你的家人、朋友或者同事，说一句你一直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赞美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主动传递赞美和善意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美好了，身边的人也更友善了，而你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自带光芒、人缘超好的人。最后，青青阳也想赞美一下正在听播客的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，你们愿意花时间听我分享，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。你们每个人都很优秀，很可爱，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有什么赞美别人的小技巧，或者有过被别人真诚赞美而感动的经历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和青青阳一起分享。我是青青阳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